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苏小歪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我的阳台菜园。首先给大家看看我的菜苗。我的第一波菜苗买了有草莓、茄子、青椒，还有落葵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开始学习在阳台种菜。由于疫情的发展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。利用已有的阳台空间来种一点小菜苗，能够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。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加拿大的 Garden Center 都没有开，只好跟着本地的农场购买了一些菜苗。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，在加拿大种苗一般要在5月中下旬。这是第一波菜苗移栽后的第3天，怎么样？看着还不错吧？我们家的大猫 Abby 似乎也挺有兴趣的。草莓也很快开了花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移栽菜苗。首先第一步要准备花盆。花盆的选择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，我选的是方形的，可以节省阳台空间。接下来在盆中装填花园土，我买的是蔬菜用土。在移栽你的菜苗之前，要查清楚你的菜苗建议的间距是多少，然后在土里给它们挖坑，让它们往里跳就好啦。现在视频里是大番茄。从育苗盒里取苗的时候，一定要轻柔小心，注意不要伤到它的根部。市场上购买到的苗大多数都是温室养的，所以在一开始移栽的时候，它们的根部都非常的脆弱。菜苗跳进坑里之后，就要把它好好的埋起来，不要压太紧哦。稍微整理一下周围的土壤，使其平坦，然后就完成啦。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来种青椒。青椒苗有3颗，所以我挖了3个洞。有些植物的根抱土比较紧，能够很容易的把它从盒子里提出来，而有些苗它的土可能会比较松，不太好取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稍微按压一下盒子的底部和侧面，然后轻轻的捏住植物的根部，把它往上提，这样就可以稳稳的把苗取出来啦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第一次种苗，不是特别会认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把它们的小标签给留下来，可以插在花盆里，这样你就知道你种下的苗是什么啦。后来在另外一个农场发现他们还育有薄荷、番茄和猫草苗，于是都一并买了来。接下来就以薄荷为示范，给大家讲讲如何给小盆填土。首先要在盆底垫一层薄薄的土，然后取出苗来放置合适的位置。由于是第一次种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所以一开始盆的数量买的太少了，所以在犹豫到底应该怎么放它们。决定好怎么放之后，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。给小盆填装土的时候，注意要用一只手扶住苗，使它们位置固定，然后用勺子一点一点的加，边加边整理，边加边填充，让所有的缝隙都有土。加到差不多的高度，然后再稍作整理，就大功告成啦。浇水是种植菜苗时非常重要的一步。刚刚移栽好的菜苗在浇水时千万不可心急，要缓慢的浇灌，直至浇透。太急的水流可能会冲散表面的土质，土壤还来不及吸饱水就流出去了。浇的水可以是自来水，也可以是淘米水，但一定要注意不要在正午的时候浇，否则会温度骤降，使苗反应不过来，从而死去。一般浇水的要点就是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。也就是说，当土壤表面还不是干干的状态的时候，就不需要浇水。但是你一旦发现土壤的下部都已经变干了的话，那就是时候浇水了。浇水的时候则需要把它浇透，也就是说在盆底的排水口看到有水流出来。
那么就来看看我的小菜园吧。现在我的菜园里有草莓、青椒、薄荷、大丽花，还有猫草、番茄、茄子以及落葵。草莓在种下去的隔天就已经开花了，这是第5天的样子。青椒还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猫草还没有给猫猫们试过，试过之后再拍个视频给大家看看。薄荷长势还不错，番茄也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茄子好像长出了1-2片新叶，落葵好像也大了一点，它又叫做软浆叶或者木耳菜。这是菜园第6天的样子，草莓的花瓣已经开始掉了，但是也有很多新的花骨朵长出来。如果想要结草莓的话，人工授粉偶尔也是需要的，有机会的话会再做一期视频讲讲。青椒、猫草、薄荷，还有番茄，都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。茄子也长了一些新叶，落葵似乎又变大了一点。今天注意到草莓有一些叶子仿佛有虫眼，于是把它去掉，以防病变。第7天菜园的样子，可以看到之前开的花瓣已经掉落完毕，然后也有很多新的花开出来。青椒也长了一些新的叶子了，猫草也有一些长得越来越高了，薄荷也变得更加茂盛了，番茄也长了一些新叶了。最让我惊讶的是茄子和落葵，它们仿佛一夜之间变大了许多。今天这支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不要忘了点赞以及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进去。我拍你有没有让你出来？外面全是。你一脸懵。